好巴瑞，早安！现在是早上8点，我们在雅呼鲁鲁。那昨晚我们住在 Thompson Waterfall 的旁边。那今天早上的活动呢，就是会去瀑布看一下，然后再从这里骑出去。那现在呢，这边的温度好冷啊，因为这边海拔差不多2400米，所以现在的温度是10度。所以穿着这个冬天的这个外套，那现在走着去吃早餐。等一下准备好了，我们再出发。现在快要11点了，我们离开住宿，前往 Thompson Fall， 去观赏一下这边相当有名的打卡瀑布。I'm good. Together. Okay. 这个瀑布就在我们住宿的旁边，很靠近。Thompson Fall, Nahururu。这边附近都有一些住宿的选择。哦，这边是入口，但是我们要找一个适合停摩托车的地方，安全的地方。我那边都看到有一个步道可以去看瀑布的。好，我就停这里吧。是真的非常靠近啊，大概1分钟就到了。中午12点，我们现在骑130 click 到今天的目的地 Nanyuki。那前往 Nanyuki 的途中呢，我们会先经过一个相当著名的野生国家保护区，叫做 Oi Pajeta， 就是专门看犀牛的。12点20分，我们骑了差不多20分钟，来到了这个第一个 checkpoint， 叫 Rumuruti 的小镇。那从这里呢，我们就要detour往今天要去的这个目的地 Nanyuki。 80 clicks. Earlier on was how much? Pajeta Southgate is here. This is Nanyuki. So when we reach there, it's 2 o'clock. 我们要去那里询问一下这个犀牛的 Game Drive 的一些服务。60 clicks from here, about 1.5 hours. There we go. 几乎天天都有越野呀，这是避都避不了的。就是看越野多长，还有路况多糟。这边的车也都是这样走在这种越野的公路。你买太豪华的车子应该会很心痛吧？这种路最适合就是4轮驱动的。看看前面钢铁桥泛起的尘灰，好多尘啊，沙尘滚滚的，路都看不见了。当地的孩子。We have zebra here. Okay, let's go. 这整条路好多沙呀，这些细沙搞得我滑来滑去的，一直感觉像是要滑倒这样。沙尘滚滚来啦，这些车还可以驾这么快的哦，这路到处都是坑洞。Excuse me, thank you. 下午2点半，我们到了 Oi Pajeta 的入口，这个是他们主要 Game Drive 的入口。那我们在这边先询问一下，就是门票。
还有怎么安排这个 game drive。那这一个入口呢，并不是主要的入口，在它的后面那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才是正门口。现在已经3点了，所以今天做 game drive 的话是不划算的，因为不管你是做半天还是做整天，你的门票一样都是付全票。那我们先骑30分钟，差不多15 clicks 到Nanyuki 的镇上，先找住宿，然后再从住宿那里安排我们明天的 game drive。这个是一个大城市耶，有 shopping mall 了。酷，现在还早，等一下可以去逛逛。这个Nanyuki它的位置呢非常的中心，因为它就在这个 Oil Pajeta 保护区和 Mount Kenya 自然保护区的中间，去这2个大的这个景点都很方便。今天来得早，所以有点时间可以看一下。Let's go。We have buffalo wings and we have tom yum. And guess what? There's chopsticks. And we have dumpling too. 水饺还有它的蘸酱耶，这个好吃。需要买一点吃直接，我们来逛一下他们的超市。Jumbo， 早安！现在是早上8点，我们在Nanyuki。那今天早上半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做一个 game drive， 然后 game drive 之后呢，我们就会出发离开Nanyuki。Registration entering Oil Pajeta。Oil Pajeta 占地9万英亩，曾经是牧牛场，后来转型为野生动物保护区。现在拥有肯亚最大的东部黑犀牛群种，并肩负拯救全球仅存2只北方白犀牛的使命。保护区配备专业犀牛保育团队，定期收集数据，并通过全天候武装巡逻、GPS 追踪、无人机监控等高科技手段，严防盗猎，确保犀牛的安全，为全球濒危犀牛的保育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 ，Oil Pajeta 也是肯亚唯一的黑猩猩庇护所，专门收容并照护从非法动物贸易中获救的黑猩猩，为他们提供安全的栖息地。犀牛是地球上生存超过5000万年的雄伟生物，体型庞大，身长可达3米，体重超过2吨。尽管外表强壮，性情却温驯，喜欢静静地啃食草叶或在泥水中打滚。如今，全球仅存5种犀牛，分别是非洲东部和南部的黑犀牛和白犀牛，印度和尼泊尔的独角犀，以及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苏门答腊犀和爪哇犀。其中，北方白犀牛仅剩2只，苏门答腊犀不足50只，爪哇犀仅存约80只，三者皆被列入极度濒危物种，濒临灭绝。它是一个双眼失明的
rhino， 所以是得到特别的照顾。Baraka 是一只东部黑犀牛，1994年出生于 Oil Pajeta 的保护区。2008年，它在一次领地争斗中失去了右眼，随后左眼因白内障完全失明，无法在野外生存。为了确保它的安全， Baraka 被安置在110亩的围栏中，适应新环境后，继续成为保护区的重要一员。如今 Baraka 作为东部黑犀牛的形象大使，让游客能近距离接触这一只濒危的物种，了解犀牛保育的重要性。人们还可以通过领养 Baraka 为 Oil Pajeta 的犀牛保护工作贡献一份力量。在 Oil Pajeta 的一处宁静角落，矗立着一座因非法猎杀而建立的犀牛墓园。人类因迷信犀牛角能治疗宿醉和男性功能障碍，导致它黑市的价格一度高于黄金，助长了猖獗的盗猎活动。曾经在20世纪初，全球犀牛数量高达50万头，如今却锐减至不足28000头，成为地球上最濒危的物种之一。其中，西部黑犀牛已于2011年被正式宣布灭绝，而世上仅存的2只北方白犀牛，如今仅能在 Oil Pajeta 见到它们的身影。当我的目光落在克友苏丹世上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的墓碑上，心中涌起了无法言喻的忧伤。站在他的墓前，我近距离地直面了一个物种走向灭绝的残酷现实。这不是遥远的历史，而是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悲剧。此刻，世界上无数的生命正拼尽全力抗争，试图摆脱被抹去的命运。而人类这个万物之灵的物种，一手制造毁灭，一手试图拯救，如此的矛盾，却又如此震撼。我们的自私与贪婪，让无数生灵带着血泪消失，成为再也无法挽回的历史。而每一次的灭绝，都是地球不可逆的伤痕。这次的游猎让我深刻地意识到，保护濒危物种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每一分努力，都是对生命最后的守护，也是对未来的一线希望。